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3月13日，星期五啊，又是快周末了。今天呢，这个天气很好，所以呢，就老位置啊，就我经常录视频的老位置，海边。那么再过1个月呢，这个海应该就可以游泳了啊。本来今年啊，想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地中海录视频了啊，但是现在没办法啊，现在看来今年还是只能在这个地中海啊继续猫着啊，继续猫着。那么今天这个视频讲点什么呢？主要呢就是前2天我发了一个关于就是上海的一个朋友啊，他移民这个美国、西班牙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一下子收到了好多邮件啊，然后昨天有点事嘛，所以我也就没有时间。今天上午也去忙了，那么下午呢，就把这个网友的一些发的这个邮件呢，问的一些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一下啊。那么先说啊，就为什么这2天我没有录那个美国股票的视频？因为呢，其实我之前在就是我在我说的这个关于比特币相关的股票，那个时候呢，我在这个价格最低的1个星期，我连续录了1个星期。其实我为什么连续录1个星期呢？那主要就是想，对一直支持我的、一直关注我的那么这些网友呢，给他们一个回馈啊。那么后来我录到最后一个，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现在就是已经是就是最后的时刻了。然后呢，就是你像什么 coin 啊，什么那些股票，那到现在呢，就 coin 从150块、140块吧，最低140啊，我是差不多150左右。那么你到现在已经200多，今天又是大涨，那差不多也要涨了50多美元。那么为什么讲 coin 呢？因为昨天还有一个网友问我，他说 coin 能不能到300？我是坚信 coin 会到300的300都不会是最高的数字应该能超过300，甚至到400都没问题。因为这2天就可以发现，这个币安的老板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个 CZ， 他的资产已经超过了比尔盖茨超过了微软的比尔盖茨，就他是1100多亿美元嘛。那这个微软的这个公司，它的产品用了多少年，覆盖全世界？那这个币安这种交易所数字货币，说明这个行业还是极具潜力的那么币安是华人用的最多的，对吧？你像 Coin 的话，是美国的目前唯一官方这个在美国美股板块上市的，所以这个 Coin 未来的机会是很高的就是它就是因为这个行业还会未来有大大的发展所以呢我为什么就不录这些股票的视频呢？因为股票一直在涨，然后其他的股票都在跌，但我认为其他的股票现在不具备一个就是抄底什么的这种时机因为对我来讲，我已经选择了，我觉得今年我觉得这个板块是最好的。那如果说你别的板块你现在要抄底，那很多东西都讲不清楚，像什么俄乌战争还有现在中东的这个战争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像中东战争，最近一下子这个天然气电能源石油这个价格都涨上去了，而且美元现在立刻又变得很强势。所以很多板块都讲不清楚。你现在抄底可能炒在半山腰，有可能还要再继续往下跌，对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这两天没有讲这个继续讲股票啊，因为可以讲的内容不多啊，好吧？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网友啊，有个网友呢，他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邮件啊，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那么我呢就给大家读一下啊。那这个网友呢，他说：“您好啊，今天听了您最新的视频，我挺有感触的。您今天分享了一个关于上海朋友的故事，我和他的情况类似的，孩子是美宝啊，应该是美国宝宝的意思，就拿美国护照的宝宝啊。我女朋友是美本啊，这个美本。”是美国本科毕业还是美国护照啊？我认为应该是美国护照的意思啊。女朋友是美本，我也从事加密货币这块的投资，我可能和他有一定的差距，想听听您的意见啊。这个他应该就是我之前视频里面说的那个上海的朋友啊。我和女朋友还没有领证。他母亲觉得我目前经济情况不太好，担心经济不稳定。我俩结了婚，吵架又分开，啊，那么家里的老人有这种顾虑，很正常啊。我之前在一家金融公司总部工作13年，做运营工作，后疫情前开酒店。赚钱啊，就开酒店开始是赚钱的，后补亏空啊，就后来又亏了。疫情前贷款买了一套房子，疫情后亏50万卖了，刚好持平了贷款啊，这个不走运啊，就你的房子买的正好是一个高位，卖呢又卖在低位啊。酒店项目生意停了。想重新找工作，41岁了，也开始不好找工作啊，因为与前妻分割财产，对方不配合办理续贷，银行起诉后征信体现，导致金融系统没办法应聘了啊，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信用啊，这个应该是有点问题。啊，就是可能就是被起诉啦，或者是这个就是金融上的问题吧，对吧？所以，别的公司一看你应聘的这个时候会看你这个东西的啊。我目前靠交易生活，没有太多钱，又没赚到多钱，马马虎虎过日子啊，就是交易也没有赚很多钱啊。请问，想要改变我目前生活以及要给孩子未来生活的话，是我先去西班牙扎根2年，把他们带过来。目前我有生根，4月底到期，还是老实在国内待着。我想去学个日料，累积实力。主要这2年国内经济情况每日俱下，望眼欲穿啊！我还没有美签，2次申请美签都被拒了。想听听您的建议，我应该如何做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既然啊，就是你发邮件给我了，信也写的那么诚恳。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对吧？那实话实说呢，就不见得这个说的话很好听啊，但是呢，我希望对你有帮助啊。首先呢，就是从你之前一段描述啊，就是你说这个跟前妻就是离婚了，然后呢，贷款什么也没搞好，然后导致征信出问题了，或者说酒店疫情亏了，关门了。
就是我发现呢，就是说你很少说你自己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你跟你现在的女朋友，她是一个美国护照的，她妈妈不肯你们结婚啊，她担心什么经济，就你很少说你自己的问题，你说的，要不就她妈妈不让你结婚，然后就是要不就是你前妻不肯给你搞这个信贷，要不就是疫情酒店倒闭了，对吧？当然了，你说的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就是如果今天你20岁，啊，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如果20岁，我觉得这样子是正常的，就是你到了40岁，啊，你41岁，如果还是就是你什么问题，如果你都是没有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去考虑，那个你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就首先你要明确的了解你自己啊，你要了解你自己。就像什么呢？就像我过去，我对自己也是觉得很牛逼啊，我觉得，哎，好像我做生意一开始也是很赚钱啊，然后做投资做什么啊，都是觉得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呢，就是你真的吃了亏以后，就你吃了大亏。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教训对你来说重不重啊？你有没有就是刻骨铭心？但我认为你应该有一点，就是说你想改变了嘛，是吧？但是呢，我觉得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啊。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小的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刚刚上社会，那个时候我妈妈给了我几万块钱啊，几万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反正就好几万人民币。然后呢，那天晚上她刚给了我，我就把那个钱拿到门口的那个游戏机房啊，就游戏机房里面有那种什么转狮子老虎的那种机器，我就其实就赌博机啊，然后呢我就去玩了，玩了一晚上，全部输完啊，就几万块钱就没有了，全部输完。第二天我就是我肯定输了钱，心情就不好，对吧？那我肯定就我母亲肯定她就要问我是什么情况，对吧？那我就老实说了，我说我就输掉了。输掉了以后呢，他也就批评了我一通啊，然后呢，他就带我去了那个游戏机房，然后呢，就跟那个游戏机房的老板交涉啊，因为这个事情是非法的，对吧？啊，那么最后呢，帮我要了一半的钱回来啊。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正不正常？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你父母都是爱自己小孩心切，对吧？然后他觉得这个钱啊，你被骗了，你被什么了，他心里面觉得不行啊，我要去帮你父母帮你出头，要把争口气，就把这个钱再搞回来，是吧？然后呢，那个钱后来花了什么地方我也忘了啊，真的忘了，就可能东花西花。后来呢，就到了那个我自己独立开公司很赚钱的那个阶段。很赚钱那个阶段呢，说来也惭愧啊，后来我就去澳门开始娱乐场，对，大家都懂的，对吧？在澳门那里啊，就我输了个精光。但我当时呢，我还是就没有这种很怎么说，就是没有这种特别像现在这样清醒。我当时就觉得，反正我那公司开的啊，我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我只要就是别输的花这个钱超过了我赚的钱，我就能够那个就是周转过来，是吧？所以呢，这个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我输了很多钱啊，因为我一直就是用这种思路嘛，我确实也赚了钱，我去就又输掉了，赚了钱又输掉了。最后呢，就是
我就前后后一算啊，在有一次的过年，我就前后后一算，哎呀，我输了好多钱。但是有一点很好，就是我没有借钱，啊，我没有借钱。然后呢，我后来就不去了，啊，就再也就下决心，就觉得不能玩，因为这个钱数字很大。但是这件事情就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一开始，啊，就在我那个小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当时如果没有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对我进行了更深的教育、更深的批评，那么就不会有后来澳门的事情。那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赌博啊，这个东西会很严重，很什么，对吧？就是说我会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一开始我的脑子啊也是意识到啊我被骗了，这个是这个游戏机房这个赌博的这个机器，他们黑了我，他们骗了我，他们是非法的。啊，所以你看我能要一半钱回来，但你到澳门去，澳门是合法的，对吧？你全世界，你到欧洲，你到美国，那么多赌场，他们都是合法的。那你合法的就被别人家，你就倒霉了，是吧？所以就是你肯定要找自己的原因。那么到了今天呢，就是我也40多岁了，就我从来不怪别人。我说句实在的啊，就是我到今天。我从来都不怪别人，就我只找我自己身上的问题。任何人、其他人，只要这个人身上是有优点的，我都向他学习。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也把这个分享给你。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虚心使人进步，对吧？骄傲使人落后。啊，但是就引申开，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含义。那么你要改变，你要成功，人其实是个概率学，啊，就你成不成功，其实不是说你的运气有多好，你这个人有多牛逼、多厉害、多聪明，其实是概率的问题。这个怎么说呢？我就很简单，就像我第一次开公司，我一开了6个月就倒闭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开过公司，我不懂。我也没在别的公司，就是开这个公司，我没有在这样的公司里面去工作过，没有，我就自己开了，开了6个月倒闭了，倒闭了以后，我就去上班，上班以后我打了工啊，赚了钱，后来我又去开，我第2次开就一下子成功了，我第2次开，因为我对之前失败的经验我就有了，我就知道什么地方钱什么地方花了不应该花，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那你对一个运动员啊，我说这个运动员其实对这个概率最有道理了。你说一个运动员他跑步，他为什么天天要训练？他如果每天训练，他都能超过世界纪录，那么他去参加奥运会、什么世界杯，他大概率的，他是概率角度来讲，他是能够获胜的，他是能够赢的，能够得奖的。如果他训练的时候就不成功，一直是没有超过这个世界纪录，那么他去参加比赛，他怎么可能突然一下子就获胜呢？是吧？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你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营一个饭店，不管是疫情的原因倒闭了也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也好，其实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你经营这个饭店，一定不是说你连续已经开过10次饭店了，不是的，你肯定也是就是第1次或者第2次你做这个生意，就你没有在这个事情上积累了很多。但这也没有关系，这不重要。就是人要成功，你必须要多尝试，失败是很正常的，这个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就是说你一把所有的牌全都压下去。为什么？就是你在投资，你也是做投资的，做这个数字货币的，那么你也懂这个道理，对吧？就是投资上就是说，啊，不能把所有的筹码全部都输掉，你一定要有，就是几次的机会，对吧？因为你要有概率嘛，就是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说我要去西班牙，我要来扎根2年。
首先我不知道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你现在跑到西班牙来，你这个扎根2年，你要花不少钱。然后如果你还要把你的孩子、你的女朋友一起接过来，那未来对你来讲，就是你的月收入必须要超过3000欧元以上，你才能够就是提出这个申请，就是团聚。但是事实上，就是在这里去打工的他的收入只有1000多欧元，就他是达不到，就找不到3000欧元以上的这种工作，除非你是就是很有经验，是吧？很重要的一个人，还不算就是你过来你要花钱，你要生活那基本上从你来2-3年，如果你一个人先来，那么你1年花个10几万很正常，你2-3年你也要花几十万，然后你还要在这边学语言什么的。那么我们如果从概率上来讲，以你现在的情况，如果你就是手里有这样的一笔钱，你觉得你来西班牙，你自己觉得你这样成功的概率高吗？对吧？你有什么立刻能够赚钱的技术，对吧？那如果说这一把你再赌输掉了，没有了，那后面怎么办？就我觉得你要考虑这个问题。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这几年我自己慢慢想到的。就像我之前，我为什么在我移民的这个事情上，我一直讲我不够聪明，因为我陆陆续续的我也花掉200-300万就是在欧洲。那如果说我这个钱当时是在投资的一个很好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些什么美股那些比特币当时才1-2万块钱，美股的话好像是这种特斯拉什么，当时谷歌什么都只有就是100块就都是很低的。还有那个像什么就是那个黄仁勋的那家公司都是很低的。那个 NVIDIA 这家公司，就是这几年它一下翻了10倍。所以其实如果当时那个钱如果好好去运作，好好去投资理财，那么现在我就应该来说再往上一个门槛，就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了，就不像现在就是我的目标还是要先赚1000万，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个概率的问题当然了，第二个就是心态我觉得一个是概率，一个就是心态。心态其实跟我前面第一个说的，就是你要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是有点相似的。一个就是你真的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你不成功，肯定你自己是有问题的，这个肯定的。就如果你不是这样想，那也就不行，因为你就像你到了这里，就算你来了这里，你最终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就是每天你要花钱，没有人听你说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就是现实面对，就是你要花钱。所以在现实的情况下，你只能改变你自己，因为你改变不了环境什么东西，是吧？那么心态也是的，就虽然说我们要认清自己的问题，但是面对困境，就我们还是要有积极的心态就不管什么时刻。就像我为了就是从这里，比如说我要去第2步到欧洲别的国家去我就说一下，我也花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最终你看这个不是俄乌这个中东战争，对吧？那一下子我的计划就被打乱了。那有时候会丧气，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年龄也不小了，一天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怎么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我都准备的好好的，
但是没有办法，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就你要就准备好心态。这个就像你在投资的时候，它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它不可能像你想的那样一下子就涨起来了，你就赚到大钱了，不可能的，总会要涨涨跌跌，总会要涨涨跌跌，对吧？所以就是说，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你要自己想清楚。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好像思考的太少了，行动的很多。就像你今天突然想到一个主意我要快点去干，但我没有非常花时间去想。我觉得复盘自己的人生，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做更多的思考，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了，有时候就是你一个人也不太容易思考，就是也要找别人就说说你的问题，对吧？比如说你女朋友，或者说你的什么女朋友的妈妈那么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就我说一点实际的，比较现实的，就首先你这个女朋友我搞不清楚到底是美国本科还是美国护照。如果是美国护照，那么你要跟她谈，是吧？因为你们究竟到底要怎么样？如果她是要跟你一条路走到底的，那么你要跟她说就是结婚了，对吧？你也要跟她妈妈去做工作，去结婚结婚，那你跟她结婚，你就能在美国去工作和生活吧？应该我想是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如果他不同意，或者他妈妈不同意，那我觉得你要重新考虑，就你要重新考虑，因为就等于是你的想法是，你要就是一路跟他这样规划，对吧？但他可能或者他们家里面没有这样想，那对你来讲的话，你说什么我先来这边扎根，我再把他过2年什么带过来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不实际的问题了，就比较遥远的问题了。对吧？就我觉得也不是说现在大家20岁了，都40岁了，就你想问题一定要更现实一点，要果断一点，对吧？不然的话也是浪费你这个女朋友的时间，我觉得对你跟对她都不是件好的事情。况且你还和这个有个孩子是吧？是个美国宝宝那美国宝宝的问题，其实跟我之前一个视频里面，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这个是关于宝宝的部分。我觉得目前就是说要解决你自己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说你要去学日料，学日料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你之前对餐饮行业你有没有去做过厨师，然后你去学日料，因为日料你从入门到精通，你没个10来年的功底是不行的其实很多东西都需要10来年的功底，但是日料它还要什么杀鱼什么，因为它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日本人的文化，所以就是你要去就是说学，你本来学到的东西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正宗，然后就是你又学的这个源头就不是那么的好。然后你再要就是想要精通就很难，是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去做这个餐饮方面的学习，那你肯定学习中餐了，是吧？就你肯定是因为中餐在中国厨师有名的也比较多嘛，你也容易更多机会嘛。那你如果学好中餐，你跑到那个国外什么中餐厅里面，你要当个厨师，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是吧？哪怕你到美国去，你到那个各个地方的像我以前美国去纽约的唐人街，还有那个什么洛杉矶的唐人街，这些一些老的这种字号的饭店，厨师都是很吃香的，是吧？包括你如果学粤菜，学那个到什么广东什么那些大厨是很好的，是吧？这个当然就是要看，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想往这个领域里面去发展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不会选一个那么慢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从头到开始又要好多年就你现在不是说
20岁啊，你跑去学你什么刀工啊，什么就好几年你的就学好了。40岁，说白了啊，就这个很多东西都已经，接受能力，我认为没有那么快了，就你学的过程会很漫长。所以呢，我觉得你现在从头去学厨师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考虑考虑啊，我觉得你要考虑考虑啊。那么最终我认为你应该多思考，就是你要从你自己身上找到你的长处。人不可能只有缺点没有优点，人也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对吧？就你要从你自己身上找到一个优点，然后去干符合你优点的事情。再比如说啊，你说你现在也是在投资什么数字货币，那你到底是工作你还是投资？我认为这个两个东西只能选择一个啊。有的人肯定说我一边去工作，我一边做点投资，那我认为做不好，因为投资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啊。投资大家在家里面开个账户，把钱充进去，对吧？然后你就开始赚钱了，电脑一点，有这么容易吗？没有这么容易的，是吧？所以就是你要不就选择，我觉得做投资，要不如果你的条件不允许，你就选择去做实业，你就不要投资了，你就脚踏实地的去做实业，这个也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呢，我觉得最终啊，你先要把家里的关系理清楚，自己的未来呢，你要想清楚啊，然后呢，到底是干投资还是去做实业？做实业那选择做什么东西再想清楚啊，我觉得这个就能够改变，就是你要慢慢的把一个很乱的线团给理清楚，然后一步一步来。但我觉得呢，就是家庭这个原因也是很重要的，就你不能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没理清楚，然后那里又乱了，那里乱了以后，你又开始又要理这里了，这个你人就这样像个撞球一样撞来撞去的，对吧？那你就很累啊。有时候就是在这种时刻减轻负担，就像你爬山爬了很累，那你包里面还一会儿带着这个，一会儿带着那个，你这个也不舍得丢，那个也不舍得丢，那你爬不到山上。那你最终你要减轻负担，先从减轻负担开始，把这些负担全部都减得很轻，轻装上阵。等到你到了山顶了，你看到的风景又不一样了，对吧？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啊，我要告诉你的，也是我要告诉这个大家的，和大家分享的，好吧？反正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给我继续来信啊。就这样，拜拜。